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好家伙，胡歌新剧开播差评一片，观众的差评理由出奇一致。今年的影视剧层出不穷，其中主旋律题材成为观众更青睐的一种类型。从人世间打响了年初市场的第一炮后，警察荣誉罚罪，底线都是热度与口碑双丰收，不禁让人期待待播剧还有惊喜等待着观众。就比如年代剧《梦中的那片海》，将讲述老北京青年的故事，高考、创业等设定想必能掀起不少人的回忆。男主肖战、女主李沁的阵容组合也把看点给足了。还有迪丽热巴领衔主演的《公诉精英》也备受瞩目，毕竟聚焦女公诉人的剧作不常见，流量小花的转型效果也是观众关心的一个事情，相信播出后会引起不小的讨论度。眼下县委大院率先来袭，上星央视一套，开播仅2集收视率破 1.75， 稳占全国收视第一的宝座。这热度成绩果然没有辜负央视的重视。不过，本以为该剧在保证收视的同时也能拿捏住口碑，没想到开播后豆瓣评论区差评一片，而且观众的差评理由还出奇的一致。那么这部剧到底怎么了？剧情老套，缺少真实感。县委大院讲述了有着严重发展难题的光明县迎来了新任县长梅小哥胡歌市。面对着林林总总的麻烦事，梅小哥迎难而上，与县委书记、副书记等干部们听取百姓，经历挫折与挑战后，终于实现了致富的梦想。年轻干部们也在此过程里不断成长，干群关系焕然一新。该剧是一部以县城为单位，聚焦基层干部风貌的剧作，本身题材还算接地气，可剧情却没有太多的新颖东西，比如像领导干部给拆迁钉子户做思想工作，很多同类型的剧作里都有过刻画了。怎么全世界就缺我一个拆迁户吗？但凡有些城乡建设的剧都离不开这个话题，而且谈来谈去的中心点都在钱和利益上，各家各户各出奇招，纷纷想要分上一杯羹。剧里有一家个体户直接用假账本讹钱，现实里像这种胡搅蛮缠的人早就被带走了吧？哪有干部会像剧中描写的那样，处处给百姓赔笑脸，哄着百姓去搬家？不动用点强制手段都算不错了，剧情又想要展现出干群关系的紧张，又不敢把真实情况搬到台面上来，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另外，该剧的节奏也是慢的不行，前2集里生活片段太多太零散，梅小哥跑步、吃饭、开会、回家给老婆打电话等戏码都给人流水账的既视感，主线故事没有推进多少，而且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算多么精彩。个体户做假账，干部就对症下药让他们补齐税款，这种手段确定需要群策群力去讨论吗？别人劝不管用，妇女主任一出马全都乖乖听话，真有这么容易也不会闹得这么难看了。可以说县委大院虽然表面上是一部深入民生的写实狠剧，但是内容并不够扎实，很多桥段缺乏真实感，节奏进展也不尽如人意，也难怪有观众会觉得无聊乏味了。配角风头压过主角，黄磊演技太出戏。县委大院在演员阵容上还是相当有噱头的，胡歌无论是本身的实力，还是这些年来积攒的路人缘，都是数一数二的。这回由他担任男主梅小哥，让人没有异议。剧中的他素颜出镜，发型、服装跟普通干部没太大的区别，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也能精准演绎出角色对于光明县的赤诚之心，眼神里有戏。尤其是看向镜子里的自己，既有自信、决心，也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不过，前面2集里男主的戏份都太平，在表演上也就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不算特别亮眼的存在，反倒是剧里的配角凭实力把风头抢了过去。
其一就是黄澄澄，热播剧《风吹半夏》里他还是身患绝症的陈宇宙，人设好，演技赞，成为了观众的意难平。到了新剧里，他又变成了官场里的老油条，什么规矩都门清，舍得给后辈提供经验道理，那个我都懂的眼神诠释的活灵活现。每次出镜时，弹幕都是疯狂刷屏，叫好声一片。其二就是王骁，国剧里的金牌配角了。剧中他饰演的乔胜利，一出场就有受窝囊气的样子，跟大爷商量拆迁，被人损得一脸苦笑。王骁的实力就在于他能把角色演出生活的味道，还看不出表演的痕迹。其三就是吴越，以往他给人的感觉都是内敛中带着些刚强的角色，而新剧里他饰演的副书记艾先知却是个强势的女干部，开会直言直语，语气和态度都有些攻击，不做作不卑微，这种反差感让人感到惊讶。还有一幕是他在工厂视察，看到不合格的地方直接制止，简直比男干部都雷厉风行。吴越的表演给了观众全新的体验。除此之外，像李光洁、吴越、张新成这些演员扮演的角色都有着鲜明的特色。对比下来，胡歌的表演还是没放太开。不过，要说哪个演员最让人出戏，还得是扮演吕书记的黄磊，挺着大肚子，脸上油光水滑。不得不说，光是这个富态的身材就没有清官的感觉。而且吕书记面对村民时连点气场都没有，台词说的唯唯诺诺，还是跟以前一样有点结巴的小习惯。当他皱着眉，用一双可怜巴巴的眼睛看着对方时，比那些村民看上去都好欺负。以黄磊的实力来看，演绎吕书记这样的角色很难有说服力吧。弹幕上对他的差评也是此起彼伏。后续他身为男3号，还要跟胡歌一块联手去打造光明县的各项任务，也不知道能否有所好转。总而言之，县委大院虽然能够背靠央视，收视有所保障，但是该剧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剧情太假，节奏太慢，整体观感不算是扛打的类型。另外，该剧的配角实力太突出，反倒是抢了主演的戏份。黄磊的演绎备受吐槽，只希望能够在后续来个口碑逆袭吧。那么你愿意继续追下去吗？